从1961年苏联太空人加加林率先进入太空那一刻起，已经有超过620个人类飞上了星空。这些人受过最严格的训练，有着最坚韧的心智，是我们这个物种派去敲响宇宙大门的代表。可是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他们从那扇圆形小窗望出去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崩溃了。他们嚎啕大哭，像个迷路的孩子。回到地球后，他们有的闭口不言，有的辞职遁世，有的疯狂研究神秘学，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地球并不孤单，宇宙是有意识的，而且外星人曾经多次造访过我们。这些人究竟看到了什么？为什么 NASA 的退役太空人 TJ 克里默会说，每一个被他带到国际太空站圆顶舱的同事全部都当场哭了出来？为什么90岁高龄的星舰迷航记科克船长威廉夏特纳从太空回来那一刻当场痛哭，事后还写了一本书，说这趟旅行根本不是庆典，而像是一场葬礼？为什么第6个登上月球的人类艾德加·米切尔回到地球后抛下 NASA 的高薪光环，成立了一个叫做思维科学研究院的神秘组织，余生不研究航天，只研究意识、念力、灵魂和外星人？这些人不是疯子，他们是经过万中选一的精英，是医学、心理学、生理学3重最严苛筛选后留下来的钢铁战士。他们在升空前能够冷静地谈笑风生，谈自己的退休计划，谈回家要陪孙子吃什么。可是一旦看见了那个东西，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从1987年太空哲学家弗兰克·怀特首次提出总观效应这个名词开始，过去40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太空人究竟在那扇窗户外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无法承受的真相？而最近2年，随着阿提米斯2号绕月任务归来，太空人们的描述更加诡异了。他们说自己仿佛被传送到了宇宙的另一端，思维被弯折了。这究竟是一种科学现象，还是宇宙古老的某种意识唤醒仪式？最近几年，科学家们似乎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是我们也从中窥见了关于人类自己最惊悚的秘密。一切要从1971年2月那个寒冷的夜晚说起。那时，阿波罗14号的太空人艾德加·米切尔刚刚和指令长艾伦·雪帕德完成了在月球表面长达9个多小时的漫步。他们是史上第3批踏上月球的人类，刚从弗拉毛罗高地采集完珍贵的月岩，把美国国旗插在了那片尘埃漫天的月面。任务完美结束，飞船开始踏上漫长的回家之旅。米切尔博士是个彻彻底底的理工男，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航太博士学位，在海军当过试飞员，是个用数据和方程式说话的人。可是就在归途中，当他望着舷窗外那颗渐渐远去的蓝色弹珠，宇宙背景下缓缓自转的家园，突然发生了无法解释的事情。他事后这样描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飞船消失了，我的分子和那些恒星的分子是一样的，星云的分子是一样的，地球海洋的分子是一样的。宇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有意识，而且它知道我在看它。米切尔博士当场崩溃，泪流满面。他说那种感觉后来找了好多年，问了所有的牧师、心理学家、哲学家，都没人能解释。直到他翻到一本5000年前的印度梵文古书，发现古印度修行者把这种状态叫做有想三摩地，那是一种瑜伽修行几十年才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开悟境界。可是他根本没修过瑜伽，他是个阿波罗太空人啊，他怎么会在飞船里没打坐、没冥想、没进食，就凭空获得了印度圣人苦修一辈子都求不到的东西？更诡异的还在后面。这趟任务里，米切尔博士偷偷做了一件 NASA 绝对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带上了一套扑克牌大小的泽纳卡片，这是研究超能力的标准工具，上面印有圆圈、十字、波浪、方块、星形5种图案。在出发前3周，他和地球上4个朋友约好，每天到了约定时间，他在飞船里随机抽卡片，朋友们在地球上猜他抽到了什么。要知道，这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是38万公里，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一切都没人知道，连 NASA 都不知道，他完全是用业余时间做的。回来以后他做了统计，结果让他自己都吓到了。朋友们猜对的次数远远高于随机几率。1971年6月，这份名为阿波罗14号的超感官实验的研究正式发表在《负心理学》期刊上，
刊号白纸黑字，至今可查。回到地面后，米切尔博士做了一件非常震撼 NASA 高层的事情。他在 NASA 的德布里芬会议上，当着一群工程师和心理学家的面，平静地宣布，他在月球任务中经历了某种精神层面的体验。这个体验让他确信，宇宙是有意识的。在场的人都尴尬地沉默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一个刚刚从月球回来的太空英雄，居然在工作汇报里谈论意识、灵魂、神性。从那以后，米切尔的职业生涯就走向了一个微妙的下坡。NASA 高层虽然没有公开批评他，但是把他从重要任务名单中默默移除了。NASA 心理学家在后续的访谈记录中写道，米切尔博士似乎发生了某种人格上的整体位移。米切尔博士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能理解的路。他辞去 NASA 的职务，卖掉了大房子，把太空人的优厚退休金几乎都投进了一个叫思维科学研究院的机构。这个机构从1973年成立到现在50多年了，研究的全是主流科学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心电感应、隔空治疗、濒死体验、量子意识、平行宇宙。米切尔博士晚年公开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事情。他说，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曾多次造访地球，而且地球的政府知道，但选择隐瞒。更离奇的是，他坚信外星人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曾经多次干预过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系统，让那些飞弹失灵，避免了核战争。他说这些不是听说的，是他在 NASA 内部从多个情报来源亲自确认的。一个阿波罗太空人在临终前如此坚定地公开讲这种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更耐人寻味的是，米切尔博士的出生地就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对，就是那个1947年发生过著名 UFO 坠毁事件的小镇。他从小听着外星人的传说长大，去了月球，又在月球回来的路上获得宇宙意识的开悟，最后一辈子推动 UFO 信息公开。这条人生轨迹怎么看都不像是随机的。主流媒体当然把他当成走火入魔的疯子，可是问题是，不止米切尔一个人疯了。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戈登·库珀的人，他是美国水星7人组之一，是最早一批被选为太空人的传奇人物，驾驶过水星9号，是最后一位独自飞上太空的美国人。1963年5月15日，当他驾驶水星9号绕着地球飞行的时候，他向澳洲的地面追踪站报告，有一个发着绿色光芒的物体正在朝他的飞船主动靠近。地面追踪站的雷达也捕捉到了这个东西，整个追踪过程被多名工作人员亲眼目睹，并有正式录音记录。库珀回到地面后，这段记录被列为机密，他被告知不要再提这件事。可是库珀是个倔强的德州人，他不仅一直在提晚年，甚至跑到联合国去做证词，公开告诉全世界，他不只在太空里见过幽浮。早在1951年驾驶 F-86军刀战斗机巡逻西德上空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一群闪着金属光泽的蝶形飞行器从他的座机上方高速掠过，速度之快，当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能跟得上。库珀去世前说过一句话，我认识其他太空人，我们看到的比我们能说的多得多。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连串的潘朵拉盒子。1965年6月，双子星4号太空人詹姆斯·麦克迪维特在绕地球飞行的时候，拍到了一个圆柱形带着2根触手的金属物体从他的飞船旁边飘过。NASA 研究了几十年，至今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1969年5月，阿波罗10号的太空人在月球背面，无线电完全和地球切断联系的那1个小时里，他们的仪器录到了一段奇怪的太空音乐，声音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3个太空人都听见了。当时3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面面相觑，觉得这事太诡异，干脆讨论之后决定不报告。这段录音被 NASA 封存了将近40年，直到2008年才解密公开。即使到了现在，物理学家给的解释也只是2个无线电干扰频率的叠加，但是为什么这种叠加偏偏只在月球背面出现，偏偏只持续1个小时，偏偏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阿波罗任务中重复出现，没有人能说清楚。更诡异的是阿波罗11号，1969年7月，当阿姆斯壮和奥尔德林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时，根据后来流出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拦截信号，他们向休士顿报告，
看到月球环形山边缘有一排巨大的物体在看着他们。NASA 否认此事，但是奥尔德林本人多年后在访谈中坦诚，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和飞船并行飞行的不明物体，当时飞船内部一度气氛凝重。NASA 最后给的解释是，那可能是飞船助推器上脱落的一片金属板，可是金属板怎么会跟着太空船并行飞行那么长时间？没人能回答。2005年，太空人雷罗伊曹进行国际太空站舱外活动的时候，看到一排5个明亮的光点整齐地排列着飞行，他形容那像一个倒过来的钩，他立刻拍下了照片传回地面。 NASA 后来给的解释是，那可能是几百英里下方的渔船的灯光。雷罗伊曹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反驳，但是在私下访谈中，他只是淡淡地说，你信就好。2013年8月，太空人克里斯多夫卡西迪在国际太空站附近看到一个物体飘过去，俄方说那是进步52号货运飞船兹维兹达服务舱掉下来的天线盖，这个解释还算合理。但是到了2020年8月19日，俄罗斯太空人伊凡瓦格纳在拍摄南极光的延时摄影时，意外拍到至少5个发光物体以完美等距复整齐的队形排成一条斜线，从摄影机前掠过。瓦格纳把影片发上了网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转发了，俄罗斯科学院太空研究所也介入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法用现有任何已知物体解释。5个物体等距、编队、同向、同速，太空垃圾不会这样排队，流星雨不会这样排队，商业卫星更不会这样排队。那是什么？没人知道。NASA 和俄罗斯航天到现在都没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在更早的苏联解体前，苏联太空人弗拉基米尔·科瓦廖诺克在礼炮6号太空站任务中，于1981年5月看到一个有规律脉动和爆炸的不明物体。他事后严肃地说，我不能用物理学解释我看到的东西，我不能理解那些坚称在太空从未见过奇怪事物的同行，我亲眼见过各种形状和大小的不明飞行物。一个经受过严酷苏联军事训练、出身严谨理性的航空总裁的人，会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本身就极不寻常。NASA 最具话题性的太空人之一史多瑞·穆斯格雷夫，在30年职业生涯中执行过6次太空任务，是医生、数学家、工程师和飞行员，可以说是最理性的人类之一。他在退休后接受访问时公开说，我在每一次任务中都看到了我无法解释的东西。其中一次最诡异的是，他看到一个像蛇一样盘绕蜿蜒的物体在飞船旁边静静飘过，然后消失。他事后试图用各种已知的太空现象来解释，比如冰晶、碎片、反光，但是没有一个能解释那个东西为什么会以那种有机体般的姿态移动。他后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认为宇宙中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东西，而 NASA 的存在意义之一就是去找到它们。但是 NASA 不会告诉你他真正找到了什么。更早的水星太空人约翰·格伦是首位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他在1962年的飞行中报告看到了大量的萤火虫状的闪光物体在飞船周围漂浮。事后他的同袍史考特·卡彭特也看到了，并且推测那是冰晶，但是格伦本人从未完全接受这个解释。他临终前在家属面前说过，那不只是冰晶，但是我这辈子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第二个踏上月球的指令长之一约翰杨，曾经2次飞上月球，是 NASA 历史上最寡言的太空人之一。他活到87岁，去世前极少接受采访。他唯一一次袒露心事是在2016年的一次小型校园讲座上。他说，我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月球轨道，而月球的另一面有一个东西在叫我。我醒来不害怕，反而会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但是我醒来枕头都湿透了。一个一辈子以铁汉著称的试飞员会讲出这种话。美国第一位女太空人莎莉·莱德1983年首次飞上太空。她回到地面后，余生致力于儿童科学教育，极少谈自己在太空的感受。她在2012年因为胰腺癌过世前留下的最后采访中说，我从太空看见的地球不是我从照片上看见的地球，那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时区、没有种族、没有性别的存在。我回来以后再也没有办法用过去的眼光去看任何一个人，我从那以后只能看见人。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加起来有上百件，
但是他们还只是看到了什么这个层面的诡异。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太空人们看到之后自己变成了什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威廉·夏特纳的故事。这位演了一辈子星舰迷航记柯克船长的传奇演员，在2021年10月13日以90岁高龄搭乘蓝色起源公司的新雪帕德火箭飞上了太空。这次任务只有10分钟，火箭带着他跨过了海拔100公里的卡门线，在失重中飘了大概3分钟，然后返航。这趟旅行对夏特纳来说，按理应该是一辈子最甜蜜的圆梦之旅。毕竟他演了60年的太空船长，现在终于真的飞上太空了。可是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当舱门打开，夏特纳走出火箭的那一刻，他当场崩溃大哭。员工们以为老人家是激动，贝索斯本人立刻送上香槟。可是夏特纳不喝，他走到一边，蹲在地上，整个人哭得不能自已，嘴里反复念叨：我希望我永远不要从这个感觉中恢复过来。他事后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搞清楚自己为什么在哭。在那舱门打开之前，当我从窗户望向太空相反的那一边，我以为我会看到宇宙的壮丽，结果我看到的只有死亡。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深邃的、彻底的黑，不是地球上任何夜晚的黑，是把光、把希望、把所有意义全部吞噬掉的黑。我立刻转过头去看地球，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是漂浮在虚无中的一个奇迹，而我们正在亲手把它杀掉。夏特纳回忆说，那种悲伤的强度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以为这趟旅行是场庆祝，结果它像是一场葬礼。后来他写进了2022年10月出版的回忆录《大胆前行》中，把整本书献给了他3岁的曾孙。因为用他的原话说，这些孩子是要承受我们种下的苦果的。要知道，夏特纳是个经历过2战、冷战、人类登月、柏林墙倒塌、阿波罗灾难、911事件的世纪老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太空回来后第一句话是，我看到了死亡。更值得注意的是，夏特纳绝对不是个案。我们在说阿波罗11号的奥尔德林，他是史上第2个踏上月球的人类，本应风光无限。可是回到地球后，奥尔德林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严重抑郁症和酒精依赖。他在自传中坦诚，自己回到地球后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因为从月球回望地球，他看到的不是荣耀，而是极度的孤独和荒芜。他形容月球景象用了一个词，壮丽的荒凉。这个词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个铁血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在寒战击落过敌机，内心如此坚硬的军人被太空一眼看穿了。他不止一次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多次在公众场合崩溃，甚至被拍到在街头情绪失控。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壮丽的荒凉》。这个词已经不只是描述月球，而是描述他从月球带回来的一辈子。阿波罗8号的指令长弗兰克·博尔曼是另一个典型，他是第一个带着人类飞到月球轨道的人。任务归来后，他从 NASA 退休，跑到德州一个僻静的牧场隐居，从此远离媒体。他偶尔接受采访时会说，太空不是给人类待的地方，那不是我们的家，那是一个让你重新明白家是什么的地方。他活到了2023年，享年95岁。临终前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让我看一眼递出那张照片就好了。这种影响并不只发生在 NASA 的职业太空人身上。2021年9月，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送了一支完全由平民组成的太空旅游团上太空，这就是著名的灵感4号任务。4个人里有亿万富翁，有癌症幸存者，有空军老兵，还有地质学家。他们在轨道上待了3天，回来以后，这4个从未受过正式太空人训练的普通人，描述的内容竟和阿波罗老兵几乎一模一样。任务指挥官贾里德·艾萨克曼在记者会上一度失声，他说，我以为我会看到星星，结果我看到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照出来的是我这辈子的全部错误。地质学家西恩·普罗克特更直接，他说，从那扇窗户望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人类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繁忙，都像蚂蚁在沙堆里爬，没有对错，只有荒谬。连同行的医师海莉·阿西诺，一个30岁的年轻女人，回来以后辞去了原本的工作，
专心做儿童癌症的公益。普通人、富豪、医师、老兵，去一趟太空，全部变了。阿波罗15号的詹姆斯·欧文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时，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上帝亲自陪伴他走在月球上的体验。他事后辞职离开 NASA， 成立了一个叫做高地之翼的基督教传教组织，余生跑到土耳其阿拉拉特山寻找诺亚方舟。一个曾经驾驶战斗机的试飞员去了一趟月球，回来变成了传教士。阿波罗12号的艾伦·比恩是史上第4个踏上月球的人类。他回到地球后，彻底辞去太空人职务，从零开始学习绘画，然后用接下来40多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画月球。他画的每一幅画里都有月球尘土中混进的真实月岩，那是他从月球带回来的纪念品。比恩在访谈中说，我在月球上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这辈子没办法用语言说出来，我只能用画画慢慢一点一点地画出来，直到他2018年去世，他都没有画完那个东西。阿波罗9号的罗斯蒂·施维卡特曾经有过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他在舱外行走时，因为任务调度等了5分钟，就在那5分钟里，他关掉了所有通讯，独自一人在地球轨道上漂浮着，看着脚下的地球。他事后说，在那5分钟里，我意识到我不是我，我是地球，是地球派出了一只手臂伸到了太空中来，去摸自己。我们所有的太空人，所有的飞船，所有的火箭，本质上就是地球的一根触须伸出来感受宇宙。这个比喻太精准了。如果地球真的有意识，那我们就是它的眼睛、耳朵和指尖。从美国、苏联、日本、英国、加拿大到欧洲航天局、印度航天局，几乎每一个太空人在归来后接受采访时，都会用美丽、脆弱、薄如蝉翼这几个词来形容地球。他们会反复强调一个细节，站在地球上，我们仰头看天，觉得蓝天无边无际，可是从太空看，所谓的大气层只是贴在地球表面薄薄的一层蓝光，像给地球罩了一层保鲜膜，薄的随时会破。NASA 太空人尼可斯多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唯一重要的边界就是那条薄薄的蓝线。加拿大太空人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太空梭太空人罗恩·加兰，第36远征队指令官凯伦·尼伯格，全都用了同一个词，顿悟。他们说自己是在某一个瞬间啪的一声，整个世界观被推翻了，国旗、国界、护照、战争、政治、种族、宗教，所有他们从小被灌输的天经地义，在那一瞬间全部变成了笑话。1968年圣诞夜，阿波罗8号的太空人威廉·安德斯从月球轨道拍下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照片之一递出。他事后说，我们飞了38万公里到月球，结果发现最重要的事情是回头看了地球一眼。1970年的第一个地球日，就是因为这张照片才被推动成立的。一张照片启动了整个全球环境保护运动。NASA 退役太空人麦克马西米诺在哈勃太空望远镜修复任务中，从舱外看了一眼地球，当场泪流满面。他事后在访谈中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天堂，但是不是宗教意义的天堂，是某种我从来不知道存在的东西。我突然觉得地球上所有的争吵、政治、烦恼全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活下去，继续爱彼此。NASA 太空人杰克·费雪则用了一个更实用的比喻，每一个我带进国际太空站圆顶舱第一次看见地球的同事都哭了，没有例外。我感觉自己像个牧师，在主持某种仪式。这里值得专门讲一下这个叫圆顶舱的地方。国际太空站2010年加装的圆顶舱是一个有7扇大窗户的小型观测舱，从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地球的全景，没有任何遮挡。NASA 本来设计它是为了让太空人在工作之余有个放松的地方，但是它后来变成了太空站上最神秘的房间，几乎所有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哭过。NASA 的太空人马修·多明尼克在2024年的任务中，把超过1万张地球照片从这个窗口传回地面。他说，每次走进圆顶舱，我都觉得时间停止了。我在里面待过6个小时不吃不喝，回到舱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3餐。NASA 的传奇太空人唐皮特
在2025年4月20日，刚好是他的70岁生日当天，从国际太空站任务归来，筑陆在哈萨克草原上。他从2024年9月11日起，在太空站住了220天，绕地球3520圈，飞行了将近 1.5 亿公里。当他从返回舱里被抬出来时，他的身体状态很差。70岁老人在太空中待了7个月，回到地球几乎站不起来。但是当记者问他这次任务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这位 NASA 最年长的现役太空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太空里有一种寂静，那不是地球上任何一种寂静，那是一种会让你听到自己的灵魂在说话的寂静。一个70岁的化学工程师，在最累、最虚弱，刚从鬼门关走一遭的时候，第一句话不是任务报告，不是技术数据，是这句话：牧师、仪式、寂静、灵魂。这些词反复出现在太空人的描述中，越来越像在描述一种人类意识的成人礼。但是这只是总观效应最表层的部分，深一层更诡异的事情才刚开始。太空哲学家弗兰克·怀特一辈子都在追问这个现象，他访谈了上百位太空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发现一个共同的模式：太空人们在看到地球的那一瞬间，会先是震惊，然后是敬畏，然后是强烈的悲伤，最后变成一种自我消融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这个东西不存在了，我就是地球，地球就是我，人类就是我，宇宙就是我。这种感受心理学上叫做自我超越，平常需要修行几十年，或者吃强烈致幻剂，或者濒死体验才能勉强达到。可是太空人们，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和飞行员，看一眼地球就达到了。怀特觉得这太奇怪了，他开始怀疑，所谓的总观效应，会不会根本不是看到地球美景造成的心理震撼，而是太空中存在某种我们还不理解的东西，主动进入了太空人的意识，给了他们一个升级包。因为如果只是被美感动，那看一张高清照片应该也能感动。可是任何研究都证明，看照片的感动是一回事，亲眼看到的感动是完全另一回事。后者会永久改变你的大脑结构，前者不会。2016年，纽约大学的亚登团队发表了一份重磅研究，他们访谈了大量太空人和宇航员后得出结论，总观效应是一种带有自我超越特质的敬畏状态，由特别令人震撼的视觉刺激所引发，听起来很学术。但是更诡异的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心理学家亚瑟·布拉登的另一份研究发现，太空人归来后，脑部扫描显示前额叶皮质、顶叶、切前叶的活动模式发生了显著且持久的变化。最让人不安的是，这些变化的位置和长期冥想的佛教僧侣、藏传活佛、瑜伽大师的脑部变化高度重合。换句话说，这些飞了一趟太空的人回来以后，大脑变成了老和尚的大脑。这是巧合吗？还是总观效应根本就是某种强制冥想？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大脑变化会不会影响后代？2023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份研究发现，曾经执行过长期太空任务的太空人，他们的子女在血液终端粒酶活性、神经元突触密度以及某些表观遗传标记上呈现出与一般人有显著差异的模式。虽然样本还很小，但是这个发现如果被进一步证实，就意味着太空旅行对人类意识的改变可能不只是一代人的事，而是会以遗传的方式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太空人不只是被改变了自己，他们可能正在改变人类这个物种。布拉登博士在他的论文最后写了一句话：当人类面对宇宙的浩瀚时，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一种人会感到自我的消融与和平，另一种人会感到自我的崩塌与恐惧。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这个人本身的自尊水准和精神成熟度。一个内心稳定的人会把宇宙的浩瀚当成解放，一个内心脆弱的人会把宇宙的浩瀚当成毁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NASA 挑选太空人的标准如此严格，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最聪明的工程师，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最稳定的灵魂。一个普通人如果突然被丢到400公里的轨道上，看到地球的真实面目，可能会直接精神崩溃。2026年3月底到4月初， NASA 的阿提米斯2号绕月任务顺利返航，这是人类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第一次再次把活人送到月球轨道。任务指令长里德·怀斯曼
飞行员维克多·格洛弗、任务专家克里斯蒂娜·科赫和加拿大太空人杰里米·汉森，在绕到月球背面的那一刻，集体陷入了沉默。回来以后，怀斯曼说了一段震撼全球的话：当我们在月球背面回望地球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根本不在飞船里，你会觉得自己被传送到了月球背面，你的思维被弯折了。这是一段超越人类的体验，我们无比感激。什么叫思维被弯折？这已经不是什么地球美景的问题了，这是太空人们在试图告诉我们，他们的意识在那个瞬间发生了某种物理层面的改变。阿提米斯2号的另一位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赫补充得更直接：我们会探索，我们会建造飞船，我们会建立科学前哨，但是最终我们永远会选择地球，永远会选择彼此。维克多·格洛弗则说，当你回到海平面，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打算过不一样的人生吗？你打算真正成为地球这个社区的一员吗？这不是太空人在说话，这像是某种仪式之后神职人员才会讲的话。格洛弗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词，叫海平面效应。他说，在太空中你会被某种东西击中，但是真正可怕的是回到海平面以后，回到海平面的人永远回不到他离开海平面前的那个自己了。你身边的人会以为你只是累了，只是时差，只是太空综合症。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会怀疑那真的是你吗？2024年9月 SpaceX 执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商业舱外活动的北极星黎明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带着3个机组成员飞到了1400公里的高轨道，创下了载人航天自阿波罗以来的最高纪录。当艾萨克曼第一次把头探出舱门那一刻，全球直播镜头前他沉默了将近1分钟。他后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从这里看，地球是一个完美的家园，地球真的就是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习惯了在地球上发号施令的亿万富翁，一辈子第一次在直播镜头前说出这样一句话。一个更隐秘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研究人员所说的可信度悖论。为什么那么多太空人，包括试飞员、战斗机飞行员、海军特种兵出身的硬汉回来以后说的话听起来像神秘主义者？因为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对视觉判断最准确的职业之一。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可以在1%秒内判断一个物体的速度、距离、方位、构造。他们不会把鸟认成飞机，更不会把气球认成不明物体。可是恰恰是这样训练出来的眼睛，在太空中看到了他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于是回到地面后，反而变成了那些被人怀疑说瞎话的人。从库珀到米切尔，从穆斯格雷夫到格伦，他们公开说出来的代价往往是被同行边缘化，被媒体嘲笑，甚至失去后续的飞行任务。可是他们还是说了，如果他们是在编故事，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更恐怖的是，这种仪式的力量连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宗教训练，甚至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太空人也躲不掉。苏联第一位太空人尤里·加加林根据后来解密的克格勃档案回来以后，私下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在那上面你会发现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一场笑话。他至死没在公开场合再说过第二次。他在1968年3月27日的一次飞行训练意外中身亡，年仅34岁。许多人怀疑他的死和他在太空里看到了什么有关。苏联第一位女太空人杰列什科娃在归来后变得异常沉默，她对外只说了一句话：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不被允许说的东西。英国第一位太空人海伦夏曼在离开太空多年后2020年公开表示，外星生命毫无疑问存在，也许他们现在就在这里，他们可能仅仅是用我们察觉不到的方式存在。一个原本严谨的化学家，一个剑桥出身的科学家，在去过太空后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已经不能用个人信仰来解释了。到这里，我们已经绕不开那个终极的问题了，太空人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主流科学给的答案是总观效应加上微重力加上宇宙射线加上轻度缺氧加上心理震撼，就等于上面那一连串诡异现象。听起来很完整，但是问题是每一条单独拎出来都解释不了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太空人都是同一种反应。微重力你做抛物线飞行也能体验，宇宙射线你登山也能吃到一点，心理震撼你站在大峡谷边也能感受到。可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要在离地球400公里以上这个特定的高度，才会引发如此强烈、如此一致、如此灵性的反应。为什么上山、潜海、深入北极都不会出现大规模太空人那样的反应？2024年和2025年，几位前沿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说。他们认为，地球本身可能存在一个我们还没探测到的意识场，类似于电磁场，但是作用于意识而非物质。这个意识场越靠近地心越强，越往太空越弱。我们之所以平常活在自我当中，是因为地球意识场锁死了我们的个体意识。可是，一旦你飞到400公里以上的轨道，这个锁突然松开了，于是你的意识瞬间外溢，和宇宙的大意识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太空人会崩溃大哭，为什么会看到自己的分子和星星的分子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觉得自我消融。这个假说目前没有任何主流物理学界承认，但是它确实能解释很多现象，包括为什么历代修行者要跑到喜马拉雅山顶去打坐，因为海拔越高，意识场越弱，越容易松绑。也包括为什么濒死体验的人会描述一种漂浮、离体、进入光中的感受，因为当大脑缺氧时，意识场的锁也会暂时失效。也包括为什么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修炼系统，从藏传佛教到道家内丹，从印度瑜伽到苏菲旋转舞，最终追求的都是一种小我消失、大我显现的境界。而这恰恰就是太空人在400公里高空1秒钟就能体验到的。这个假说最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如果真的有一个锁，那么锁我们的锁将是谁？我们绕了一大圈，回到了米切尔博士当年的原点。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年，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宇宙是有意识的，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也不是随机演化的。他坚信，人类的诞生本身就是宇宙意识的一次自我觉察。我们的眼睛是宇宙在透过自己看自己。这听起来像哲学，可是米切尔不是哲学家，他是麻省理工的航天博士，海军试飞员，第6个踏上月球的人类。一个这样的人会在临终前如此坚定地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实。然而现在，我们却看到一个更让人不寒而栗的趋势。从2021年夏特纳飞上太空开始，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商业太空旅游客户正在排队买票上太空。蓝色起源 SpaceX 维珍银河每年送上去的业余太空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每一次回程几乎都伴随着同样的崩溃、同样的眼泪、同样的人生观重建。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多数并不打算重建什么，他们花几百万美金上去，回来照样继续做生意，继续烧石油，继续造塑胶垃圾，继续发射更多的火箭，把更多的污染物送上轨道。太空人们崩溃大哭，这告诉我们，地球正在死去，我们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和解、团结、互爱。可是我们听到了吗？没有。我们把这些话当成太空综合症的副作用，当成这群人因为长时间失重、缺氧、孤独产生的幻觉。我们继续打仗，继续砍伐雨林，继续排放二氧化碳，继续让物种在我们眼皮底下一个一个消失。弗兰克·怀特在2026年最新的一次访谈里沮丧地说，总观效应的真正悲哀不是太空人看不到答案，而是地面上的我们听不进答案。这就是总观效应最深层也最残酷的真相。它不是什么神秘的太空疾病，也不是什么浪漫的宇宙启示，它更像是一场集体的审判。宇宙派遣了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去看一眼真相，然后回来告诉大家。可是我们地球上这些人已经在自己的喧嚣、欲望、战争、消费当中把耳朵塞死了。这时候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浮现了，如果太空人看到的是真相，那么留在地球上的我们活在的又是什么？仔细想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伟大宗教，所有的古老智慧传统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佛教说人活在3界轮回的迷梦中，要修行才能跳出。基督教说人类是被赶出伊甸园的迷途羔羊，要忏悔才能回家。印度教说整个物质世界只是大梵天的一场梦，要觉醒才能合一。道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有这些古老智慧传统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你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你们以为自己是个个独立的人，
其实你们连在一起，你们以为自己重要，其实你们很渺小。你们以为时间是线性的，其实它不是。太空人们，这些史上飞得最远的人类，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崩溃、他们的眼泪，在现代科学的层面向我们证实了所有古代修行者千百年来反复强调的事情。他们看到了真相，回来告诉我们。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太空人看到的东西会在未来某一天主动下凡来找我们吗？2023年起，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NASA 陆续成立了多个不明异常现象工作组，国会多次召开听证会，前情报官员、前飞行员、前太空人轮番作证。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2023年7月，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大卫·格鲁斯在国会宣誓作证下表示，美国政府确实掌握了多个非人类起源的飞行器和生物样本，已经秘密研究了数十年。这个证词得到了多位现任及前任高官、飞行员、太空人的旁证。NASA 也在2023年9月发布了官方的不明异常现象研究报告，承认在过往任务中确实存在无法用已知物理学解释的观测案例。他们讲述的事情已经和米切尔博士几十年前说的内容高度重合。天上有东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但是也并不打算和我们公开接触，仿佛在等住什么。等什么呢？一些研究意识的科学家认为，可能在等我们自己长大，等我们有一天整个物种的意识场松绑到一定程度，我们才会被允许进入那个更大的俱乐部。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派少数几个人飞上去看一眼，然后崩溃大哭着回来给我们捎口信。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过去60多年里，太空人崩溃大哭的场景已经反复上演了无数次。从加加林到米切尔，从库珀到夏特纳，从安德斯到怀斯曼，从马西米诺到费雪，从杰列什科娃到夏曼，他们不是脆弱，他们不是矫情，他们是被一种我们暂时还无法理解的力量击中了。他们眼泪的源头可能是宇宙第一次看到我们时那种混合住惊奇、悲悯与失望的目光。2024年的一份 NASA 内部研究报告指出，太空人在归来后出现深度心理改变的比率高达 85% 以上，这个比率比任何已知的职业创伤都要高得多。但是与创伤不同的是，太空人归来后表现出的不是恐惧，不是忧郁，不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而是一种研究人员称之为向上的不安。他们对人类现状深感失望，但是对人类潜能充满希望。他们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应该回去。他们像是被宇宙短暂接见的信使，回到地面后反而变成了地球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无法用语言说清楚。2025年11月，弗兰克·怀特在《总观效应》这本书出版25周年的纪念访谈中，给出了一个更黑暗的观察。他说，过去1/4个世纪，他亲自访谈过的太空人从几十人增加到了上百人。他发现了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的趋势。早期的太空人归来后，整体上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相信人类会听到他们的提醒，会改变方向。可是越是近年的太空人回来以后越是悲观，他们不再相信地面上的我们会听，他们只是把他们在太空中得到的礼物安静地带在自己心里，余生独自承受。怀特说，这就是总观效应最哀伤的演化，从喜悦到敬畏到悲伤到绝望。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再过25年，那扇圆顶舱的窗可能就只是另外一块普通的玻璃了。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听到某位太空人归来后在记者会前流泪，请不要再觉得那是激动，那是疲惫，那是仪式。请仔细听他在哽咽中说的每一个字，因为那些话可能是宇宙这个古老的存在借用人类最顶尖大脑的嘴留给我们最后的提醒。只是这提醒能不能传到我们耳朵里，不取决于太空人飞得多高，取决于我们地球上的这些人愿不愿意关掉手机，停下争吵，抬头看一眼那条薄薄的蓝线。那条线现在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越来越薄了。也许有一天，当地球的最后一位太空人从太空中回望这颗星球，他不会再哭，因为他眼前的家园已经不值得再哭了。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是不是该停下来，认真听听这600多位飞上太空的同类到底想对我们说什么？他们崩溃大哭中说的那些话并不复杂，爱这个地球，爱你身边的人，爱这个短暂而脆弱的奇迹。我们从来不是孤独地漂浮在宇宙中，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道理5000年前的印度圣人就告诉过我们，2000年前的中国老子告诉过我们，2000年前的耶稣告诉过我们，可是我们忘了。直到我们派出去的代表从38万公里外回来，用同样的眼泪，同样的哽咽，再一次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他们看到的东西人类还无法理解，但是也许不是我们的脑子不够用，而是我们的心蒙尘太久了。也许那扇窗外的东西从来就不打算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他选择了眼泪这种最古老的语言。从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类开始，一代又一代，那扇窗外的东西一直在用同一种眼泪讲同一个故事。那扇圆顶舱的窗还在那里，那条薄薄的蓝线也还在那里，那道让无数钢铁战士崩溃大哭的目光，从遥远的宇宙深处可能也还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他在等什么？他不会说，但是我们也许该猜一猜，免得有一天连猜的机会都没有了。